让所有国家路线相反，二战结局会如何？左变右，右变左，我们借助政治工具改变国家们的意识形态。例如，德国实行共产路线，英国实行法西斯路线，苏联也一样，依次改变所有国家。那么各位观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请把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，作战现在开始。波动时间开关，国家们立马出现了变化。元首下台，德意志社会共和国成立。这就好比让以色列建立伊斯兰国，马丁路德金捍卫白人权利。总之，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。欧洲国家脱胎换骨，首个发起宣战的国家出现了。罗马尼亚共和国进攻保加利亚。罗马尼亚本是轴心国的成员，后于1944年德军的溃败，罗马尼亚爆发起义，不久建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。是的，这个路线是真实存在的。1936年4月，罗马尼亚击败保加利亚。同时作战的国家还有波西米亚与匈牙利、希腊与阿尔巴尼亚。1星期后，回归君主制的希腊国占领阿尔巴尼亚，西部也产生了动静。德国宣战波西米亚，可以看出共和国与帝国是存在冲突的。西班牙依然爆发了内战，法兰西国向德国宣战。这次该国的推进效果显著，或者说德国变弱了。这话刚说完，周围邻国集体宣战德国，这些宣战国的意识形态均为法西斯路线，德国开始拼力抵抗。没想到今天扮演这种角色，不过还好上一届留了个底子，面对多国包夹，硬是把丹麦给打退了。36年9月，铁狼团立陶宛也开始进攻德国。据传，铁狼团是立陶宛极右翼组织的名称，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。当时立陶宛刚刚独立，主要目标是推进立陶宛民族主义，反对外国影响。36年10月，德国最大敌人出现。俄罗斯帝国发起宣战，与此同时，其他地区当中，西班牙国即将获得胜利，这与原历史的结果是一样的。而意大利共和国向瑞士、希腊进攻，其中原中立国瑞士因路线改变，国名改为赫尔维迪亚帝国，该方向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。与意大利、德国站在统一战线的国家还包括奥地利，此时正在抵抗波西米亚帝国的进攻。波西米亚的名字来源于公元9世纪，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。1920年因白山战役，波西米亚亡国，后于一战滑入捷克斯洛伐克。1937年，差点被德国战胜的丹麦突然出现了反击，势头非常凶猛。原来是英国前往了这条战线。37年2月，俄军进入德国东北部，德国在向丹麦推进，但是无法阻止，南部的版图不断缩小。37年5月，德国、奥地利战败，签署协议，仅剩一小块保留地。随后，同一阵线的意大利共和国开始遭遇英军的进攻。37年6月，意大利战败，残余力量转为南方王国政权。西班牙国民军大获全胜后，向葡萄牙宣战。俄罗斯宣战罗马尼亚以及芬兰共和国。这啥时候，法兰西在此地获得了占领。37年10月，整个西欧几乎同处一个阵营当中，他们可不再是原先的同盟国，而是纯极右窝子。但是好像同意主义的俄罗斯跟西欧联系不大，信任国家比较少。现在欧洲相反的期望竟然集中于罗马尼亚身上，就看他们能否打败当前的敌人俄罗斯帝国吧。1938年大事发生，法兰西国竟然宣战了俄罗斯。俄军同时战胜罗马尼亚、芬兰，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谁侵略谁了。所以在之前的外交关系图中，俄罗斯没有加入西欧阵营，已经预示着这一天的局面。再次查看关系，俄罗斯已经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对立，这层矛盾很好说明，一山不容二虎。1939年4月，俄军通过北欧波蒂尼亚湾攻入斯维阿国，这个名字也太奇怪了，原来是瑞典的早期名称，来源于斯维阿人。这次该国以极右的方向出现，俄军从中间攻入，向南北两面扩大作战。很快，斯维阿国就坚持不住了，俄军继而向西进攻挪威。1940年4月，长枪党波兰正式向俄罗斯宣战。要说起来，长枪党可是相当激进，狠起来反犹的态度不比德意之差。随之，因路线原因，欧洲开始对其他民族排斥，对俄罗斯民族自然也十分恶劣。俄罗斯又想扩张欧洲，两族虽然主义相同，但相互开战是没有矛盾的。看这个情况，波西米亚和波兰配合的不错，俄罗斯想要向西推进还是有点难度。1942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不列颠与波兰瓜分了波西米亚的领地，这造成了该国地域分割，供给严重不足。然而到了42年7月，各国的关系似乎变得动摇，西班牙公然宣战了法兰西，最终与俄罗斯打起了配合。
1942年8月，因情报大量泄露，法兰西投降了。原本似乎希望很大的欧洲阵营，因权力的无法平衡，造成了内部的动荡。因此，来看一下这一波机会又会给到谁。自从战胜法兰西后，欧洲仿佛没了后盾，俄军也开始了疯狂输出。42年12月，波西米亚战败，俄罗斯属捷克斯洛伐克建立，长枪党波兰大势已去，大不列颠从东欧南部撤退，俄军对继续多线作战开始胸有成竹。1943年2月，长枪党波兰战败淘汰，俄罗斯开始进攻南斯拉夫、希腊地区。1944年，南斯拉夫战败，同时西班牙要为之前的操作承担后果了。俄罗斯现在已经势不可挡，他们很快通过地中海打到了非洲地区。意大利幸存下来的南方王国政权似乎已经无法保留。1947年，西班牙战败，但是等一下，日本竟然殖民了法国。俄罗斯一下想到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，这次让他们有来无回。1948年，俄罗斯控制欧洲，现在只差临门一脚，英军自然也不可能主动投降。那么结局如何？让我们一起见分晓。1949年，大不列颠英国战败，因此俄罗斯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